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包明。今天的话题我们说的是，迄今为止最高端的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由英国发出，可能直接派人操作。英国媒体1月15号报道了，说英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4架 AH-64阿帕奇攻击直升机。英国首相苏纳克也证实，打算向乌克兰提供14辆挑战者2型主战坦克。这是迄今为止北约第一次向乌克兰提供高端的第3代西方主战坦克。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和挑战者2型坦克都是冷战时期北约用来对付苏联装甲部队的主力兵器。冷战结束32年后的今天，他们居然真的要在欧洲战场上与继承了前苏联的俄罗斯军队正式交手，让人有一种时空穿越的感觉。英国这次打算提供的2款武器数量并不多，因为英军自己手里也没多少。英国陆军如今已经号称是将军比坦克还多，现役的挑战者2坦克只有350辆，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英军手里面只有52架，所以提供这一些给乌克兰对英国来说已经是大手笔了。英国政府和英国媒体对于这次小规模的军援是大肆的宣传。英国在推特上发布了大量的视频，展示了挑战者2在演习训练中的种种表现，说挑战者2是一种非常可怕的陆战利器，意图恐吓俄罗斯。实际上挑战者2在西方阵营里面的评价很低，评判坦克功能的主要指标有4个：机动力、防护力、火力打击力和信息力。挑战者2除了防护力比较强之外，其他的指标相当差劲。为了提高防护能力它安装了很多的装甲，所以它的重量达到了62吨。在动力方面却只安装了一台1200马力的发动机，是典型的小马拉大车，在3代坦克当中算是动力最差的。如果按照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攻击水平，挑战者2确实很难打穿。但是到了21世纪的今天，挑战者2采用的复合装甲材料早就落伍了，俄军装备的多数的反坦克导弹都能轻易地把它送上西天。火力不足是挑战者2最尴尬的一个问题。英国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不向德国人低头，坚持在挑战者2上面使用了120毫米的线膛炮，而同时期的大多数的北约国家，包括美国，都采用了德国莱茵金属公司的120毫米的滑膛炮，其结果就是英国的坦克只能在国内定制炮弹，数量少，价格贵，性能还很差。而且英国的120毫米的坦克炮采用分装式的弹药，弹头和发射药是分开的，装填手要装2次才能做好发射的准备，1分钟只能发射2、3次。而中国与俄罗斯的坦克虽然也采用了分装式的弹药，但用的是自动装弹机，代替了人力，1分钟能发射8次。在信息能力方面英国打算提供的这一批挑战者2是老款，信息化的水平基本上停留在上世纪的90年代。虽然从美国引进了火控系统，但是网络化、信息化方面并没有什么改进。因此，这14辆挑战者2送到乌克兰，对俄军不见得有什么实质性的威胁，甚至可能是去送菜的。那么英国人在搞什么名堂呢？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发起了新一轮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不但自己提供了 M2 步兵战车，还鼓动欧洲的盟友提供豹2主战坦克，尤其是鼓动德国，因为德国的豹2坦克在欧洲多个国家都有装备，但是这些国家都不是很情愿把它拿出来送给乌克兰呢。一方面豹2非常昂贵，单价2000多万美元一辆，各国陆军都不舍得白白的送人呢。另外，坦克是不折不扣的进攻性武器，如果这一步突破了，那欧洲与俄罗斯的关系就更难挽回了。英国不但提供了坦克，还要提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这就更加可疑了。俄罗斯现在没有采用坦克集群突击的战术，防御作战也根本不需要阿帕奇，而且作为一种典型的西方的武装直升机，操作的方式和后勤的需求与乌克兰的苏式直升机是完全不同。乌克兰飞行员不经过培训是根本掌握不了的。西方媒体都表示，这些阿帕奇将由所谓的防务承包商来使用，也就是雇佣军。人们都相信这不过是英国秘密出兵的一种借口，把英国陆军航空兵的飞行员伪装成雇佣兵，再派上乌克兰战场，主动向俄军进攻，
甚至执行斩首这一类的任务，这样就可以进一步的消除乌克兰冲突和谈与停火的希望。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